这里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也容易混淆的问题，除了我们已经详细讨论的冻结肩和肩袖损伤这2种疾病，还有哪些原因也可能导致肩痛，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以免自己误判或者说耽误了我们治疗的这个时间呢？确实，导致这个肩痛啊，原因啊非常复杂。至少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啊，需要心里有个谱啊。他们有可能就伪装成这种普通的肩关节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上侧条颈椎病。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混淆原因。尤其是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椎的问题就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压迫到这个神经根，放射性到这个肩部、上臂，甚至这个前臂手指的疼、麻、无力。这个的关键鉴别点在哪儿？就是这种疼痛啊，它是由颈部的一个特定姿势，或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低头了、后仰了，或突然它有诱发或者加重。而单纯的活动肩关节本身疼痛可能变化不大。还有一个病就叫盂虫的一个损伤。盂虫是附着到这个肩关节这个就是关节盂，就是边缘的一层纤维软骨，就像那个增高垫一样，它可以加深这个关节窝，不容易让这个肩关节脱出来。常见于就是外伤脱位以后，它就会损伤这个盂虫，就会引起这个关节深部的疼痛就不稳。第三个就是一个肩锁关节的一个病变，这个疼痛点比较局限。就是在肩膀最顶端那个凸起的那个骨头，就是锁骨的外侧端那里。但抬手就是梳头，尤其是梳头，穿衣服时，手臂交叉摸对侧这个肩膀节动作时，就疼痛就会非常明显。还有一个鉴别的就是肱二头肌缠头这个肌腱炎。它是集中在这个肩关节的正前方。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拧毛巾时旋转前臂时会诱发这个疼痛。其他诸如这个钙化性的肌腱炎呢，就是腱袖的肌腱啊有些钙盐沉积，也会加剧疼痛，我们统称为肌性钙化性发作。还有一些就是全身性疾病也会累积这个关节，如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有的症状就是以肩关节为首发，会是主要的表现。至于肿瘤啊，虽然罕见，但也得警惕肩关节、骨骼或者是周围这个软组织是否有肿瘤，也会引起疼痛。需要特别的警惕啊。一听到肿瘤这个词儿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难免会咯噔紧张一下。作为普通的观众朋友，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出现的肩痛是必须立刻去看医生的红色警报，而不是我可以再观察几天的普通的肌肉酸痛呢？这里怎么辨别？刘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解析一下？好的。请大家记住啊，如果出现这个以下几个任何的一个红色警报的信号，请务必的及时前往医院，由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就别再拖延或者自己处理。就是一个是第一个就是外伤了，就是立即出现了这种疼痛，有明确的这个摔倒或者撞击车祸了外伤史，而且突然出现剧烈疼痛。肩膀一看起来就变形了，或者是就完全就无法活动了。这是一个外伤性的。第二就是它有个进行性的就是持续的逐渐加重的一个间隙痛，或者是还夜间痛，就是不活动，我休息时也存在，而且是夜间比较明显，甚至就是把人痛醒了。第三个就是突然出现，就是快速出现一个功能的丧失了。就是很快在几天或者几周内就出现，我的肩关节的范围越来越小明显的看了就手摸不到后背了，举不到头顶了。
还有就是伴有一些明确的一些神经症状，这个手麻、过电一样的感觉，针刺感，或者手握东西的这个力量明显下降了这种神经症状。还有就是局部出现一些明显的炎症体征。什么叫炎症体征？就是红肿、热痛。一看，将出现这种摸上去皮肤比周围高、发烫，而且又肿又红。有的人会伴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发烧了，体重下降很快，出冷汗了或者没劲儿了等等。还有就是一些参区不愈的，就是这个超过这个2到4周啊，我也经过充分的休息了，也保守了，我也经过这个缓解疼痛的一些自我处理了，但是感觉毫无改善就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一定就要去医院去诊治一下了。非常感谢刘医生刚才给我们画出了如此清晰的安全边界啊。那么这7条红色的警报呢，非常的实用，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里。